没错，现在在我们手上的就是 OPPO 才刚刚发表不久的 OPPO Find N2 左右折叠手机。嗨，欢迎回来，我是驴子。OPPO 这一次搭着 Reno 8升级版上市的机会，提前带来他们第二代的左右折叠屏幕手机 OPPO Find N2 来跟大家见面啦。可惜的是，上下折叠的 Find N2 Flip 这次没有一起登场。不过 OPPO 这一次带来的 Reno 8新色缎面金，背盖改成了蛮特别的金色亮面法丝纹设计，规格上则是提升到了12+256GB， 售价16990元，主要就是新色还有记忆体规格的提升。好，我们继续看回来 Find N2。那至于说会不会上呢 ？OPPO 没有把话给说死，反正我们就先来看看，一起期待后续有国际版的机会，再深度来测啦。不过我们也拿出 Galaxy Fold 4，在一些关键的不同上简单的对比吧。我们就先从已经在我们手上的 Find N2 开始吧。这一代的售价，中国版最便宜是从7999人民币起步，大约是35000到36000台币左右。而如果真的有国际版，应该至少会在4万左右，甚至会更高。但折叠也慢慢的进到一般顶级旗舰的价位带，也算是个好走向。我们先看外观 ，OPPO Find N2 总共有绿、白、黑3色。这次在现场可以看到的是黑色以及绿色两个版本。黑色版本是比较特别的，采用的是荔枝纹的人工皮革。重点是这个版本的重量只有233克，而绿色版本采用的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磨砂玻璃，重量多了4克，但也不重，只有237克。简单说 ，Find N2 作为一款折叠手机，还比 iPhone 14 Pro Max 的240克轻了一点。而为了进一步减轻机身重量 ，OPPO 选择了跟三星一样的道路，从铰链下手。除了采用更轻的金属材料、更小的组件设计外，从外观上来看，可以发现 Find N2 的转轴也缩小了一圈。在折叠屏幕上，也将底层材质换成了碳纤维复合材料，在提供支撑力的同时，也一定程度的降低机身重量。看来减重真的是今年各家折叠的头号目标啊！不过相较起减重 ，Find N2 上我更在意的是手感。如果你有玩过第一代 Find N 的话，你一定会发现它超级滑，而且为了做到悬停，铰链是蛮紧的。这也就让第一代的 Find N 在打开的时候有随时会喷出去的感觉。很多入手的朋友也说啦，这是一只没有保护壳没有办法用的手机。而第二代 Find N2 整个方向对了，除了后盖材质的改变增加摩擦力外，边框也从圆润的亮面改成了平面的雾面，整个开合体验相比上一代明显改进了。不过稍微可惜的是 Find N2 依旧不是防水手机。接着我们来看封面萤幕。Find N2 搭载的是一块5.54寸的 AMOLED 的萤幕，表面覆盖的就是康宁 Victus 玻璃。这一次的重点是封面萤幕也支援了120Hz， 带来的好处肉眼可见。在这种两个萤幕切换的场景中，不会有明显萤幕更新率不同，让体验瞬间断开的感觉。右侧则是从上一代的曲面改成了微曲面，也降低了滑手的感觉。峰值亮度官方标示1350尼特，不过实际表现就要等之后有机会再来测了。而在体验上，这扣外萤幕还是有点宽，所以在单手操作上还是有点难度的。这边也提供跟 Fold 4握持感差异给大家参考。而在折叠萤幕部分 ，Find N2 只是搭载了一块7.1寸的 AMOLED 折叠萤幕，并且这块萤幕也支援了1到120Hz 动态更新率调节。设计上依旧维持了 Find N 系列比较接近方正的萤幕比例。我们这边也放上了跟 Z Fold 4的对比，就一目了然了。宽度差不多，高度明显矮了一截。同时，这次的折叠萤幕也采用了 UTG 超薄玻璃，并且支援触控笔。不过这次没有笔可以体验。OPPO Pen 是一支需要充电的触控笔，并且支援蓝牙功能的操作。而在大家关心的折痕上，依旧跟所有的折叠手机体验观点一样，当你点亮萤幕的时候，自己其实是看不太到的，足以忽略。这边我们也拍一个比较大角度的反光让大家参考。Find N2 的折痕有，但无论是视觉还是触感都不算深。萤幕的左上角就是有一颗自拍镜头 ，OPPO 把它放在这个位置，而不是右侧，其实还蛮巧妙的。如果之后大家有机会玩到 Find N2 的话，你可以观察一下，因为萤幕比例的关系，你会很自然的把 Find N2 横过来使用。这个时候镜头却移到左下角，刚好被你的手给挡住。而且真的就是直觉的操作，我觉得跟 Find N2 本身接近方形而且紧凑的机身有关。
而在折叠体验部分，这次 Fine 2加入了一个折叠快捷的功能。简单示范一下，当我轻轻的把萤幕对半折的时候，上半部就会出现支援折叠模式下的 App， 接着你就可以左右滑动切换你想要开启的 App， 点2下就能打开。概念上这是对标三星悬停的 Flex 模式，但是 OPPO 加入了一个快捷选单的概念，让你可以快速启用。不过目前在多功能弹性上 ，Fine 2就比较受限了，无法很自由的排列 App。但是的确 ，Fine 2不是一款萤幕特别大的手机，不像 Fold 4这样的机器可以一次开多个 App 进行多攻。Fine 2比较适合上下左右各一个 App 的分割界面。当然，如果你有需要，你也可以开启悬浮视窗，这块之后有国际版再来侦测。相机部分 ，Fine 2上同样挂上了 Hasselblad 的 logo， 镜组上采用了包括 f1.8 5000万的主镜头，支援 OIS 光学防手震。f2.2 4800万的超广角，以及 f2.0 3200万的2倍长焦镜头。不过这颗镜头没有标示支援 OIS， 虽然今天没有办法测到影像表现，但可以看到一些细节，像是在按快门的时候，也是这个哈苏客制化的拍照音效。感觉相片都升级了，并且相机选单也有针对折叠大萤幕最佳化。无论你是正着拿还是横着拿，也都可以把按钮放在双手容易点击的位置。除此之外 ，OPPO Find N2 同样支援了封面萤幕同步显示，让被拍的人也可以看到画面。你也可以直接透过外萤幕拍摄，也就是透过后镜头来自拍。效能部分 ，OPPO Find N2 没有跟上 H2， 而是采用了台积电4奈米的 Snapdragon A Plus Gen 1 SoC， 总共有2个版本。分别是12加256GB 以及16加512GB 两种选择。续航上则是4520毫安时，电量蛮充足的，支援67瓦快充。不过可惜的是，这一代取消无线充电，不过拥有双喇叭，同样采用侧边实体指纹辨识，采用 X 轴线性马达，在细微震动的时候清脆利落。整体来说 ，Find N2 真的是一款很特别的折叠萤幕手机，外萤幕的比例很好，而且小巧精致。不过内萤幕真的不能说是一块大萤幕，而是在小手机的基础上提供了一块相对大的萤幕，只适合左右分割的操作情境。主要是过于方正的萤幕比例，会让一些没有最佳化的 App 在版面的变形上会更明显。我个人认为，这是 OPPO 想要把 Find N2 推向国际市场需要解决的难题之一。毕竟三星也是到了第2代，才慢慢的玩懂怎么应对不同 App 的操作逻辑。不过还是期待 Find N2 真的有机会以国际版的形式跟大家见面。也期待有更多的折叠可以跟大家见面啦。好啦，本期的节目就先到这里，我们最近会有更多有趣的计划，记得订阅邦尼邦尼就不会错过啦。也欢迎透过超级感谢的按钮，或是加入频道会员支持我们持续探索。我是驴子，我们下次见。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邦尼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及时的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 Facebook、Instagram 以及 Line@ 找到我们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。